少东家，你醒醒，别睡了，我可就要走了。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我一个母胎单身的蓝星流水线工人，哪受过这种考验？我靠，青楼贷款，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所以，我这是穿越成了这个已将破产的青楼少东家。哟，醒了，这楼里的姐妹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我也得给自己找个下家。你自求多福吧，少东家。这就是我以后的家。这他妈开局不妙啊，直接就是个烂摊子。楚玄呢？让他滚出来！欠了我们张主500贯，今天再不还钱，就把这破楼给拆了。各位大爷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！少东家在楼上，他就在楼上。对，我们收拾完马上就走。好家伙，真是一群讲义气的员工，直接就成孤家寡人了。少东家，钱呢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嘛。不知还欠你们多少钱？痛快！我喜欢跟痛快人打交道。本金加利息，一共500贯。500贯，也就是差不多50万元。可否再宽限我3天？3日，我们兄弟上门可没空手而归的道理。放心，3日后我定会把钱还给你们。你这破楼连姑娘都跑光了，你拿什么还？姑娘跑光了，但我这楼好歹是个2层楼的铺面，卖个1000贯还不成问题。哼，好，3日就3日，到时候要是再拿不出钱来，可就别怪咱们兄弟不客气。检测到宿主处境艰难，符合绑定条件，风月霸主系统正在激活。系统？我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！看了这么多年小说，扣了那么多666，总算是给了。目前等级1，新手大礼包，无限运营资金已发放。无限运营资金？无限的钱？注意，该资金无法被宿主挪为私用，且只用于青楼产业。搞了半天这钱是公款，那我用什么？月钱将存入宿主个人钱包，可用于购买商店内的物品。虽然只有1%，但有这个系统在，还卖楼，那必须要这家青楼做大做强。我要招募天底下最绝色的女子，给她们最好的待遇，让她们心甘情愿地为我卖，不是为她们自己赚大钱，过好日子。王妈妈，求求你了，我跟了你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那点血汗钱你就还给我留作盘处吧。柳三娘，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，你吃我的住我的，哪样不要钱？这几百文够你回乡下了，别在这儿碍我的眼。就是，你都这个岁数了，还占着咱们姐妹的坑位。妈妈心善，留你多吃了几年饭，你还得寸求尺了，真是可惜了。听说他年轻那会儿也是满春阁的头号红牌呢。红牌又如何？人老珠黄不值钱了，下场还不是一样凄惨。姓名柳三娘，潜力等级蓝色稀有。蓝色稀有人才，还有隐藏才艺，这不就是我现在最缺的职业经理人吗？这位姐姐，你可有去处？以后跟着我干怎么样？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验方馆的楚东家呀！怎么着？你想捡个没人要的老货回去？少东家这眼光当真是独到啊，连柳三娘这种半老徐阳都要，口味真是越来越重了。我那验方款确实只剩一个空壳子，但我准备重新开业，缺一个能打理大小事务的掌事。我看你就挺合适，只要你愿意，以后你就是验方阁掌事，月钱50贯，另算分红。今日便可预支你1个月的月钱。50贯钱，那可就是50两银子。是不是想把我骗回去，用更残忍的方式折磨取乐？可这徐妈妈侮克了我20年，到头来只给了几百文，身上这点钱连回乡的盘缠都不够。哎呦喂，楚少爷，你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，还在这儿充大头！我看你压根不是缺个掌事，你是缺个娘吧？系统为新聘员工柳三娘预支1个月薪资50贯。指令确认，资金已从账户划拨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败家仔不是破产了吗？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？三娘，这50两银子是你第1个月的月钱，预支给你，以后就跟着我，你可愿意？我在满春楼熬了20多年，赚的不止1000两，最后只换来几百文打饭出门。这50两是我的活路，管他什么古怪癖好，横竖是折磨。这些年为几文赏钱，
什么屈辱没受过？奴家柳三娘谢过东家收留，此后奴家这条命就是东家的了，愿为东家做牛做马。起来吧。我说了，你是长侍，不是奴才。以后在艳芳阁，没有主子奴才之分。走吧，跟我回去。是，东家。一个败家子，一个贱人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搞出什么名堂！先把你的包袱放下，然后随我上楼，有件大事要与你商议。该来的终究是躲不掉，这是要验货了。也罢，拿了钱，早晚都要有这一遭。是，少东家。不错，一个有经验、有手段，还懂人情世故的女人。少东家，三娘，你这是干嘛？三娘，你误会了，我请你来不是为了干这事，我是想让你帮我打理这艳芳馆。你需要做什么，缺什么，尽管与我说。少东家，这艳芳馆真的还能重开吗？当然，不仅要重开，还要开得比以前更好。你在这行摸爬滚打了20年，对这一行最是了解。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少东家，你打算开个什么规模的青楼？这个嘛，暂时还没想好。你先坐下，把你的想法先说给我听听。依奴家看，这青楼大致可分为3类，最下等的是那些藏在巷子里，连牌子都没有的暗门子，环境极差，那里的姑娘大多是无家可归，或是被强迫的。往上一点是坊子里常见的曲巷，这类场子有固定的铺面，装修尚可，客人多是小商人、低级官吏，姑娘们多是色艺平平，价格从几百文到1、2贯不等。那最好的呢？最好的便是平康里深处的那些教坊司红楼，那里是真正销金窟，客人都是权贵豪商，那里的花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卖艺不卖身，一曲千金。他们有的还有自己独立的院落，有丫鬟伺候。三娘，这艳芳馆，我打算彻底翻新，不仅要修缮，还要重新装修，名字也要换一个。翻新？这整个楼？对，整个楼。你帮我把所有需要修缮采买的清单都列出来，包括你说的那些人员，也给我一个估算。东家，若是全部翻新，包括楼里的陈设、家具，以及厨房、客房的用品，再算上招募的绣娘、厨娘、杂役、护园的工钱，以及采买酒水、胭脂水粉，初步估算怎么也得300到500贯之间。系统，打钱，形式选择银票。指令确认，资金已从系统账户划拨。三娘，这是500两，你收好，先用来修缮楼阁、采买物件，不够随时说。东家，你放心，奴家定不负您所托。好，不过这名字太俗，我准备换一个，以后这里就叫揽月楼吧。揽月楼，揽月楼，这名字好。这几日你就辛苦一下，找最好的工匠，把这楼里重新修缮，所有东西都要最好的，千万别省钱。是，奴家这就去办。员工柳三娘正式入职，忠诚度75。恭喜宿主获得首笔分成收入500文。虽然只有500文，但也是个很好的开始。检测到完成首次盈利，系统商店开启，每月刷新4件商品，可使用余额购买。
系统，兑换百毒不侵丹。兑换成功，花费500文，余额0。好。东家，咱们是怎么个招法？说说你的想法。依奴家看，咱们去寻那些有些身段底子的贫家女，最好是去扫听一下那几家干不下去的下等窑子。这种姑娘都是调教好了的，懂规矩，会伺候男人，哪怕是被玩剩的也能接客。只要价格压得低，用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好几个，划算得很。所有签约员工都属于宿主私有，不能被他人占有使用，否则宿子午就将无法获得分成。这特么不就是妥妥的防沉迷绿帽条款吗？三娘，揽月楼以后只卖艺不卖身，不管招来的是谁，来了咱们这儿，就只负责登台唱曲、漫舞敬酒、陪客闲聊。东家，咱开的可是青楼啊，哪怕是教坊司的头牌，说是只卖艺，暗地里也是要陪贵人过夜的。咱们若是只卖艺，那帮男人凭什么掏钱？真当他们是来听曲儿陶冶请泰的？三娘，这就是你眼界太窄，格局太小了。这越是得不到的，才越是让人抓心挠肝的好东西。咱们要赚的，不是那点皮肉钱，而是让他们为了摸不到的手，甘愿砸千金博美人一笑。这叫做饥饿营销。虽然听不懂那个什么饥饿营销，但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刚到的扬州瘦马，身段一绝，骑射皆可。路过的夫人们，这边瞧，身强力壮的昆仑奴，膀大腰圆，动力十足啊！那个不行，屁股太小，腿也生得短了些，穿上纱裙没有韵味。那个也不行，眼神太飘。哎，这个还不错，个头也挑高呢。开启风月宝镜。这位公子，您看看我手里这个尖货，这可是刚退下来的熟手，要价公道，只要30贯钱，领回楼里今晚就能让客人掏钱。这种货色也拿出来害人？呸！毛都没长齐的少爷稿子，真是不识货。东家，要不咱们今日先回去吧，这破地方实在熏得人头疼，也没什么能过眼的好货了。紫色，史诗级人才，还是全能型才艺精通，必须拿下。这笼子里的，开个价。哎呦，这位公子当真是生了一双命眼啊！这丫头虽然现在看着寒碜，但您看这骨架子，打扮一下，那绝对是个勾人的美人胚。而且这丫头年纪轻，进步空间大。既然公子是诚心想买回去，那就当交个朋友，一口价10贯钱。多少？就这么个半死不活的丫头，能不能活过今晚都两说。1贯钱我都嫌烫手，还要10贯。若是死了，还得费我一副草戏钱，你怎么不拿刀去抢啊？这位姐姐，您别上火嘛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价钱咱们还可以再商。10贯，成交了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验方馆那个败家子儿吗？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花10贯钱买个快炖冰秧子。10两银子去乡下买个骡子，还能下地犁个2亩田呢。东家，你这是把银子往水里扔啊！这丫头要是死在半道上，咱们还得搭一副棺材板儿。哎呦，楚公子真是爽快人，是做大买卖的料。公子您收好。凡是强迫签约的员工，本系统一律不予承认，宿主将不会拿到1分钱提成。从现在起，你是自由身了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没人再有资格使唤你。当然，如果你无处可去，也可以跟着我，我那儿管吃管住，每月还按时发你工钱。
花10贯钱就为了烧张纸听个响。原来东家花钱不是为了买一个玩物，而是为了还一个女子自由身，这是何等宽广的胸心！公子再造之恩，星竹无以为报。星竹今生不求自由，只愿终生追随公子左右，结草衔环，万死不辞。丁，苏星竹自愿追随，忠诚度85。柳三娘对您的格局感到高山峰比，忠诚度+5，当前80。在我这儿，没有为奴为婢的说法，也不兴动不动就下跪那一套。白色，白色，还是特么的白色。走吧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先回平康里再说。三娘，东家有什么吩咐？如果我一次性招一大批人，你能安排得过来吗？若东家说的是些打杂的绣娘、厨娘、丫鬟和看门的护院，那好办得很，只需在市旗上贴张招工的告示，不出3日，包管人手齐齐整整。可若是想招那些能搂钱的标致姑娘，这就难了。年轻漂亮，还得有几分底子的，哪家楼里不抢着要？若是东家不急，奴家倒是可以慢慢物色，然后亲自调教，用不了几个月就能教出几个赚钱的姑娘。这事等回去再从长计议吧。赵大哥，让你久等了。哼，楚公子少套近乎，3天期限已到，那500贯可凑齐了？赵大哥，这里是500两，你过过瘾。哈哈，当真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爽快人。兄弟们，把家伙事都收了。楚公子欠的账，今日银货2项。楚公子，你这是要把铺子重新做起来？没错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做什么买卖？还是老本行？那是自然，父母留下的产业嘛。那楚公子这可算是赶上套了。我们帮里手上正好有一批货，都是进从各地弄来的标致女人，有几10号人呢，模样身段都不差，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买家。你要是有兴趣，这就送上门了。几10个，到底是个准数多少？40、50个总是有的，高矮胖瘦什么口味都有。若是价钱合适，这几10个人我全接了。全接了？没错，一口价全要。你开个实在价吗？楚公子，这事儿吧，要是3、5个姚女儿，我赵虎一句话就能拍板。但这40、50口子的大买卖，得回去请咱们帮主亲自定夺才行。理当如此。那我便随你走一趟黑虎帮总堂，亲自拜会你们帮主。这小子胆子倒是不小。你确定？买卖这种事，总得当面坐下谈才有诚意，不是？赵大哥，一点小意思，全当是请兄弟们喝酒的。今日这买卖若是谈不拢，还得劳烦赵大哥送我回来，有劳了。50两，真他娘大方！楚公子说的哪里话？你太够意思了。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不管买卖成不成，我都安全把你送回来。有劳赵大哥了。三娘，你带星竹先去找个好点的客栈住下，等我办完事去接你们。吃好点，别省钱，尤其是星竹，给他请个大夫看看身子。东家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刘姐姐，楚公子他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东家既然敢去，就一定有他的打算。帮主，人带来了，就是之前还咱们500贯的那个楚公子。你就是那个败光了家底的楚玄？在下正是。前脚刚还完债，后脚就来谈几10口子人的大买卖。哼哼，楚少爷好大的本钱啊！铁帮主说笑了，能欠你们500贯到今天，不过是有个远房亲戚刚从外地回京，塞了点银票给我周转。这不，一拿到钱就赶紧先把帮主的债还了，剩下的正盘算着怎么把楼里的生意重新撑起来。是吗？那得看楚公子有多钱，我手头的人可不少，还能凑个1000把贯钱吧。铁帮主，咱们能先看看货吗？货若是对眼，咱们这价钱才好往下谈啊。有种！既然楚公子带着诚意来了，那就跟我去后院瞧瞧吧。风月宝镜每天只能使用3次，每次时间有限，上午已经用过2次。这么多人，
不可能全部查看，只能先挑重点。铁长主，这些姑娘都是些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都有，有些是家里遭了变故，无处安身；有些是为了活下去，来到这里讨口饭吃；还有一些是因为家中牵连，流落至此。那几个以前读过书，也懂些杂事。楚公子，你真打算全部安置下来？我想先看看他们。哼，随便。厨艺人才，正缺这种人。铁烧主，这些人我都愿意接走，你开个价吧。楚公子果然爽快，这么多人一起安置，可不是小数目。我既然来了，就不会半途而废。600两。帮主，他们很多身体虚弱，后续还要请郎中调养。楚公子接手之后，也要承担不少花费。你懂什么？赵大哥说的有道理，这些姑娘现在需要的是安置和照顾，而不是一笔简单的交易。后续花费不少，这价格还需要再商量。那你想多少？400两。太低。450。500。成交。楚公子痛快。楚公子，你这是……楚公子，这些东西烧了，以后可不好证明身份。我要的不是控制他们，而是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。愿意离开的，我给盘缠钱，送你们回想去的地方；愿意留下的，跟我走，那里有住处，有饭吃，也会按照付出得到报酬，没人欠谁，也没人需要低头活着。公子，我们真的可以自己选择吗？当然，都起来吧，以后靠自己的双手生活，不需要向任何人下跪。这个楚玄花钱倒是痛快，但他真正买下的恐怕不是这些人的价值，而是一份人心。铁当主，麻烦准备几辆车，有人身体不好，需要慢慢安置。楚公子放心，这点事情铁某安排。以后若还有需要帮助的人，也可以通知我。只要有人愿意重新开始，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去查查，这楚玄背后到底靠上了哪尊大佛？这种拿钱不当钱的主，今后少得罪。楚公子，您这手笔，我赵虎算是服透了。以后公子在南城有什么不方便出面的事儿，或者要打探点什么消息，尽管吩咐我赵虎。哎，赵大哥太客气了，今后恐怕少不了麻烦你。回去带我向铁帮主问好。好说好说。楚公子，我就送到这里了，日后再见。揽月楼现在还在施工，全是木卡和灰尘，根本没法住人，得把他们安顿下来再说。东家，你可算回来！东家，这些是新招的员工。三娘，赶紧去跟掌柜的商量，把这家客栈直接包下来，先住下来。记住，务必快些，别出岔子。好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吃吧，管够。等他们吃完饭安顿下来，得赶紧用风月宝镜把剩下的人过一遍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还得立下规矩。各位，我叫楚玄，你们的卖身契昨天都烧了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不再是任何人的奴婢。我这里呢叫揽月楼，马上要重新开业了。今天把你们叫到一起，是跟你们说3个规矩。第一，揽月楼从今往后只卖艺，不卖身，谁也不能强迫你们接客。第二，在我这儿做事，每个人按月拿工钱，干得好的发分红，
你们凭本事赚钱，大头归你们自己。第三，你们买身亲戚我已经烧了，愿意留下的，根据你们的个人条件，我教你们赚钱；不愿意留下的，现在就可以走，我给路费，1人10贯。公子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真放我们走，还白给10贯钱？不仅是真的，现在就兑现。三娘，拿银子。东家，这可是43个人，要是全走了，咱们的钱就全打水漂了。可是10两白花花的银子啊！拿钱，不想留的人留下来也没有意义。还有人要走吗？既然你们自己选了留下，那就是揽月阁的人。只要听话干活，我保你们以后顿顿有鱼有肉。三娘，这2天你辛苦一下，给他们造册摸底，姓名、年龄、以前干过什么、有什么特长都记下来。过2天我来统一面试分配岗位。对了，你抽空去看看星竹的身子怎么了？是，东家。刘长史，楚公子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瞎打听什么？东家发话，那自然是真的。都给我安分点儿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把身子养好喽。哼，等过几天东家面试，谁要是拿不出点绝活，就安排去倒夜香。倒夜香也比被卖进暗门子强啊！刘姐姐，你说楚公子是不是真的那么好？我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好，但我知道，20年来没人像他这样对我。即使他是个十恶不赦的恶徒，在我心里，他也是最好的人。有这么好吗？三娘，把人分批叫出来。我昨天说了，今天统一面试，一个个上前，报名字，说说自己会什么，开启风月宝镜。奴家叫小翠，以前在乡下跟着戏班子跑过腿，会点腰腿功夫。站过去，以后跟着苏姑娘学跳舞。白板用来做端茶倒水的服务员倒也合适。东家，您就叫我郭嫂吧，俺别的不会，就是做饭还行。去右边，以后你管后厨，给你配4个帮手。你也去右边，以后就是服装设计主管。俺叫胡妞。你站中间，以后你就是揽月楼的保安队队长，多吃点，把力气养足。东家看直了眼呢。三娘，按我刚才分的组，开始操练。开业前，我要看到结果。好嘞，东家，你就放心吧。东家，这1个月修缮、买家具、招工匠，总共花了478贯，您给的500两还剩下22两。干得不错，明天开业，规矩都记熟了吗？记熟了，只是东家，您定的这价钱，进门茶水费就要200文，点支曲子起步1贯钱，雅间包厢更是要5贯起步。平常里最好的红楼进门也就100文，咱们这价会不会把客人都吓跑了？不贵，怎么显出咱们这里不一样？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们揽月头只卖艺不卖身，这叫差异化竞争。可是男人来这儿图的不就是那个？错，男人越是得不到的，越愿意砸钱。你按我说的办就行。好的，东家。注意转身时腰部的发力。公子，手小心点儿，要是摔坏了，我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台柱子去？
丁，苏星竹好感度+3，当前好感度88。什么情况？搂一下就涨3点好感度，不错不错。等稳定下来，得好好给这些员工提升一下好感度。明晚，揽月楼将正式开业。这1个月，你们学跳舞、学倒茶、学规矩，都很辛苦。平康里的规矩你们也都清楚。老鸨拿着鞭子逼你们接客，但我楚玄的规矩不一样。从明天起，你们站在这揽月楼里，就是凭自己的手艺吃饭。谁点曲子，提成归你们；谁打赏，大头也是你们的。谁要是敢强迫你们做不愿意冷厉的事，今后大家就是揽月楼的人了。有什么事我给你们撑腰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饼还是要画的，得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干才行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三娘，把工资册拿出来。揽月楼虽然还没正式开业，但从今天起，所有人提前领第1个月的月钱。三娘，念。苏星竹，首席花魁兼歌舞教修，月钱100贯。郭嫂，主厨，月钱15贯。虎娘，安保队长10贯。东家，俺听你的，谁敢来闹事，俺一拳一个。丁，本月员工薪资总结算218贯，宿主月钱已存入个人钱包，当前余额2贯180文。2180文，虽然还是穷的掉渣，但好歹有点家底了。关键是能换系统商店的东西。好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3天后，咱们正式开业。月营业额100贯和声望小有名，也就是说，开业第1天就必须炸场子。丁，系统商店月度刷新完毕。黑丝，38个人全配一套，丝袜加服饰再加花露水，总共不到5贯。系统，这些东西走运营资金报销，行不行？审核中，员工采购属于经营物资范畴，审核通过。现在就兑换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好轻啊！透的，能穿吗？这个叫丝袜，穿在腿上的。这是你们以后上台表演时穿的服装。东家，这巴掌大一块布能挡啥呀？这也太露了，穿出去要被人戳脊梁骨的。这手感好滑好软，我想试试。好大的弹性，怎么拽都不断。公子，这真的要穿给外人看？不能说是给外人看的，这是你们挣钱的装备。上了台，你们就是揽月楼的脸面。才艺是刀，这身衣裳就是鞘。但要记住，咱们只卖艺，不卖身。越是看得到摸不着，他们越上头，越上头，掏的钱越多。东家这招高。好了，大家换上试试吧。东家，这个长筒的薄布怎么穿啊？一用力就拉长了。那个叫丝袜，卷起来，从脚尖慢慢往上套，指甲别刮到。东家，这裙摆怎么设计成这样？走起路来总觉得不太方便呀。那是特意设计的，能让裙摆更有层次。哦，知道了。
东家，这衣裳勒得慌，走路总觉得下身漏风。累就对了，这就叫身段。三娘，明天你就穿这身站大堂，保证那些客人挪不开眼。公子，这般穿着真的合适吗？先别管合不合适，跳一段试试。真特么带劲儿！公子，公子，这样行吗？哦，很好，保持这个水准。三娘，东家有何吩咐？找个机灵点的人，把这银子送到城南黑虎帮，亲手交给赵虎。东家，咱们不是有虎妞坐镇吗？何必还要花钱去招惹那些地痞？虎妞对付普通闹事的行，但遇上成群结队的泼皮，双拳难敌四手。黑虎帮在南城是地头蛇，花10两请他带几个兄弟，明天来捧捧场。奴家这就去办。楚老板，钱送到了。赵爷拿了钱，高兴得很，说他明天一定带着弟兄们来给您撑场子。办得不错，去账房领100文赏钱。谢谢东家。东家，我刚回来的时候路过前街满春园，顺道在门外听了一耳朵。哦，听到什么了？我听到满春园的姑娘跟王妈妈禀报咱们要开业的事儿。开业？就凭他一个贱人加上一个败家子，他那破楼连只耗子都嫌寒碜。他还说咱们只卖艺不卖身是放屁。他最后还放了狠话，说开业那天要让我好看。东家，这摆明了是要来砸场子。东家，这王妈妈心肠毒辣得很，她暗地里养着10几个好勇斗狠的打手。之前平昌里新开了2家场子，抢了她的生意，她就派人去使坏，硬生生把人给搅黄了。明天他要是真带人来闹，客人一下跑，咱们这开门红可就成触霉头了。开门做生意嘛，难免。咱们先把自己这边顾好再说。哼，至于他想怎么使坏，咱也拦不住。准备一下，明天正式接客。都让开，让开！光天化日，穿得这么伤风败俗，大腿都露在外面，简直影响大钱的风气。就是，这种乌烟瘴气的烂窑子，官府就该来查封。是城西的破流户，专门帮人干脏活的。东家，他们这是要搅黄咱们的生意啊！别慌。俺东家说了，伸手就绝折你的爪子！啊！放手！臭娘们儿，兄弟们，给我砸！妈的，谁他妈在这人闹事儿啊？赵爷！妈的，谁叫你来的？赵大哥，是前街满春园的王妈妈，
他给了咱们5贯钱，让咱们来搅和搅和。哼，回去告诉王妈妈，揽月楼的楚公子是我们铁帮主的座上宾，也是我赵虎的兄弟。今后谁要是再敢来揽月楼找不痛快，就是跟咱们黑虎帮过不去，听懂了吗？懂了，赵爷饶命。滚！这揽月楼的东家竟然跟黑虎帮有交情，那王妈妈也是下作，故人闹事还被当场揭穿，这下满春楼的脸可是丢到姥姥家了。楚公子，兄弟带着人来给你捧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赵大哥来的正是时候。赵大哥，里面请。今天几位兄弟的茶水酒菜，算我账上。哈哈哈哈！楚公子爽快，以后这平山里谁敢动揽月楼一根汗毛，我赵虎剁了他的手。哈哈哈哈！东家，门票和酒水费已经收了将近15贯了。差不多了，灭灯。这气运，药铺的头牌也不过如此。赏！给我赏！拿我的一匹上等书进来，我要给这位姑娘缠头。1两金子，买这位姑娘再舞一曲。我出5贯，我出10贯，姑娘看这里。发了！光这一会儿的打赏就超过50贯了，加上茶水，流水直奔100贯去了。100贯的1%就是1贯钱。我今天一天的工资比昨天涨了整整1倍。这等巨色，这等才情，绝不可能是寻常窑子出来的。难道是哪个落魄的世家千金？不好说，反正明天我还来。东家，进来。东家，出大事了！怎么回事？楼下来了个李员外，说是做绸缎生意的，他出500两，要点苏姑娘过夜。东家，要不要？免谈。东家，那可是500两啊！我耳朵没聋，揽月楼的规矩我说过了，只卖艺不卖身。别说500两，就算是5000两也不行。东家，那个李员外脾气不太好，奴家怕他闹事。闹事？那让虎牛带2个人在大堂盯着，赵虎他们还在吧？在的，赵爷带了几个兄弟，都在1楼喝酒呢。那就行了，你去跟李员外说清楚，揽月楼的规矩不能改。他要是愿意花钱听曲喝酒，欢迎之至；要是想花钱过夜，那请他一步别嫁。什么叫只限1步陪客？大爷，我500两银子摆在这里，她不过就是个歌女，你这里到底是青楼还是佛堂啊？李员外，您消消气，我们东家说了。你们东家，一个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，叫他出来跟我说。哼！李员外，在下就是揽月楼的老板。你就是楚玄？正是。好，总算是来个做主的。500两，我出500两买那苏姑娘1夜，你到底答不答应？李员外的银子
在下不敢收。你，揽月楼的规矩，只卖艺，不卖身。这规矩不是针对您一个人，就算今天来的是王侯将相，也是一样。好，不就是想坐地起价吗？800两，800两，够在京城买2套宅子了，就为了一个女人，这李员外是真上头了。李员外，这不是价钱的问题，我揽月楼的姑娘一个都不卖，这是我定的死规矩，谁来都一样。行，玩清高是吧？你有种！咱们走着瞧。真不卖，800两都不卖，这楚老板要么是个疯子，要么就是个傻子。我看未必，你想想，今天他聚了800两的消息传出去，明天来看苏姑娘的人只会更多。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有几分道理。东家，算出来了。多少？昨日揽月楼开业，总流水180贯。你再说一遍，多少？门票茶资一共收了32贯400零，酒水加上菜品消费58贯，雅座包间收了25贯，最大头是苏姑娘的演出打赏64贯600零。64贯？是，那些亲富商简直疯了，光1两金子打赏就收了3锭，还有人直接拿丝绸缠头的。奴家折算了一下，差不多就是64贯多。月钱分成是1%，如果这个流水能稳定1个月，明天开始，我要调整一下楼里的岗位分工。东家请吩咐。今日开业虽然热闹，但问题也不少。第一，客人太多，茶水侍女忙不过来，有好几桌客人等了半天都没人招呼，服务跟不上，回头客就留不住。第二，后厨出菜太慢，郭嫂一个人带4个帮手根本忙不过来，好几道菜上桌都凉了。第三，安保人手不够，光靠虎牙一个人镇柴子，遇到昨天那种大规模闹事还是很吃力。从今天起，茶水女增加到20人，后厨再给郭嫂加2个帮手，后天之前到位。安保方面，虎妞手底下再加4个人，都从那帮身板壮实的姑娘里挑，不用会功夫，站在门口能吓人就行。是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苏星竹每晚只能演出1场，但昨天好几波客人是下午来的，等到晚上再开演，中间空了好几个时辰，白白浪费了流量。流量？就是客人。我的意思是，下午也得有节目，不能光靠星竹一个人。小翠和小桃的舞练的怎么样了？还行，基础功架子已经有了，但跟苏姑娘比差得远呢。没关系，不需要他们达到星竹的水平。客人下午来喝喝茶，看看跳舞，听听曲子，能把他们留到晚上就行。这是你的新排班表。上午准备，下午安排小翠他们轮流上台暖场，晚上才是苏星竹跳舞的主场。这到底是什么路数？东家，门口已经排了至少60多号人了，好些个是昨天没挤进来的，今天天不亮就来了。还有几个是满春楼的老主顾，那些老面孔奴家认得，有个姓周的粮商，还有个姓方的绸缎铺子掌柜，都是以前王妈妈最看重的大主顾。这才第2天就跑来咱们这儿了。昨天派人砸场子失败了，接下来肯定会有更阴损的招数。三娘，今天的安排照旧，下午小翠他们暖场，晚上星竹压轴。另外，让虎妞把安保人手都盯紧。是，东家。了吗？揽月楼那个叫苏星竹的姑娘，一曲琵琶弹得满堂皆惊，连教坊司的头袍都比不上。我可不是为了听曲，我就是想看看他们那身衣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
做到晚上看完那个叫星竹的姑娘再走。排好了，一个一个来，插队的按揍他。柳三娘，你跳槽了，在这儿当掌事儿呢。周老爷好眼力，奴家如今是揽月楼的掌事了。你瞧瞧这衣裳，你瞧瞧这腿，满春楼那边的姑娘跟这里一比，简直就是……以后我就泡在这儿了，满春游，去他娘的！说得好，就是这个理儿。周老板说的一点没错，这话精辟。妈妈，那个周德发今天上午就去了揽月楼，还有方掌柜、刘掌柜也都去了。他们在那边说了什么？说什么？你给我说清楚！说满春园的姑娘也就那样，揽月楼的姑娘穿……一个破败的烂楼，一个败家子，靠几件骚里骚气的衣裳就想跟老娘抢生意，来人！妈妈，去找2个机灵的换身便装，混进揽月楼里去，给我摸清楚那种黑色的布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从哪儿进的货，怎么做的，最好能偷1双出来。只要搞到了，咱们满春园照样能做。到时候看他楚玄还拿什么充大头。昨天派泼皮砸场子，没想到那个败家子居然跟黑虎帮有关系，被当场拆穿，反倒给揽月楼做了一波免费宣传。砸场子不行，那就换个路子。这世道不缺有钱的冤大头，缺的是有后台的。你楚玄不是有黑虎帮罩着吗？那我就去找比黑虎帮更硬的靠山。虎妞，帮我把这盆热水端过去。来了来了。东家，俺逮到一个贼！怎么回事？俺看他一个人蹲在后院洗衣台那儿鬼鬼祟祟，俺就跟上去，看到他把手伸进挂着的丝袜里，扯了1双下来，往袖子里塞。谁派你来的？问你呢！别打我！是满春园的王妈妈，她给了我500文，让我来偷1双那个黑布。就知道王妈妈想仿制黑丝，做梦！凭这个朝代的手工技术，连丝袜的弹性都没法还原。把它放了。放了？东家，这可是来偷东西的贼啊！放了。不过那双丝袜留下，回去告诉你家王妈妈，这东西就算给她看100遍，她也仿不出来。想跟揽月楼抢生意，她那个档次差得太远了。东家，你不怕他们真仿出来？仿不出来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拿到这种东西。赏1两金子。我出2罐，姑娘再来1曲。楼上的包厢还有没有空的？我出10罐包1间。不错，这揽月楼算是走上正轨了。进来。公子，这是新竹亲手熬的补汤。这几日公子为了揽月楼操劳太多，饭也没好好吃。新竹特意去问了郭嫂，学了这道红枣桂圆汤。辛苦你了，味道很好，不像是第1次做菜的水平。这碗是新竹从集市上买回来的，上面原来就有个花纹的位置，新竹就顺手刻了个字，这样公子喝汤的时候就知道是新竹做的了。哟，新竹这是把心都刻进碗底了。三娘，小姑娘家的脸皮薄，东家，你可得悠着点儿。这丫头是咱们揽月楼的台柱子，
可别给弄哭了。我什么都没干啊！你什么都没干，人家才更上心呢。今天蒸蒸日上的生意固然让人高兴，但王妈妈派人来偷丝袜这件事，暴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。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今天偷不到丝袜，明天就会换别的手段。而我，目前除了赵虎那条线，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靠山。黑虎帮只是一群在灰色地带混饭吃的混混，碰上街头泼皮可以镇场，但如果王妈妈把手伸到官府那边，得想个办法。揽月楼要想在京城长久露足，光靠钱和生意是不够的，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站得住脚的靠山。开业才2天，揽月楼的流水已经稳定在每日150贯以上，按这个速度下去，月底的总营业额保守估计能突破4000贯。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哟呵，你这泼妇，胆敢拦管理所的人，我乃城西管理所管事，奉命来此查封揽月楼。查封？查封？凭什么查封？凭什么？哼！有人举报你们揽月楼有伤风化、奇装异服，祸乱人心，本人奉命前来查封，限你们即刻关门息业。昨天派人偷布料没得逞，今天直接把管理所搬出来了。不过这招倒比昨天的泼平高明不少。什么人这么大口门？一大早的吵到我客人了。你就是揽月楼的老板，楚玄？正是。管事何事？何事？有人举报你这揽月楼搞什么奇装异服，有伤风化，让姑娘穿着见不得人的东西登台，教坏了京城风气。本人今日奉命来此，若查实所报属实，即刻查封你揽月楼，从此关门大吉。还有伤风化了，你自己看得比谁都起劲。管事辛苦了。查验公务，应当的。容在下把相关文书都拿出来给管事过目。哼，你倒是识相。三娘，管事请看，这是揽月楼在管理所备案的经营许可，这是按大钱律法登记的从业人员名册，这是入行时在夯会盖的章。一份接一份，格式规范，印章齐全，连墨迹干抠的程度都说明这些文书不是临时赶工的。这，管事，您看看这些文书可有什么纰漏？没有。管事今日辛苦跑这一趟，这是揽月楼给管理所的一点茶水钱，不成敬意。100两，在管理所当了6年差，每月的月钱加上灰色收入也不过3、4贯，100两够我不吃不喝干将近3年。文书确实齐全，并无不妥。本人查验完毕，揽月楼经营合规，并无违法违规之处。走吧，没什么事了。楚老板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来找我。城西管理所，刘正经。自然自然。啊，对了，刘管事，以后每个月揽月楼都会给管理所送一份茶水钱，到时候还请刘管事多多关照。好说，好说。东家，好险。问题不大，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事。100两银子打发一条狗，太便宜了。三娘，东家，王妈妈今天用管理所来压我，虽然没得成，但这件事给我提了个醒。咱们揽月楼现在是有钱，但有钱没有权，在这京城就是一块案板上的肥肉，谁都想来切一刀。东家说的是，在这平康里，有后台的楼才能长久，没后台的，生意做得再好，也撑不了多久。是啊，有机会的话，咱们也得找个靠山，而且要找个那种谁也不敢轻易得罪的。东家，按这个势头，月底总流水板售4000贯，往好了算，能到5000。扣掉各项成本后，大约能有2000多贯，还是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恭喜宿主，风月霸主系统升级条件已全部达成，系统正在升级至2级。分成比例提升了，按4000贯月流水来算，我的分成直接跳到60贯。东家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在想后面怎么花钱。
开启才艺培训功能。苏星竹的底子极高，必须给他安排进阶培训。批准。揽月楼才开了7天，这不得了啊！2级商城更新了，居然有聚光灯笼和洗髓丹。把普通的灯换成定向聚光灯，舞台效果绝对震撼。洗髓丹能提升3倍体质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买。好。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，连街上行人的表情都能看清。下一步的计划，舞台灯光改造，自有化妆品牌。东家，有个消息，奴家觉得得跟您说一声。说。王妈妈这2天跟几家中档舞坊走得很近，昨晚请了好几位管事在后院吃了一顿酒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满春园有个烧火的婆子跟奴家认识，她今早来说，昨晚王妈妈请人喝酒闹到半夜，还摔了2个茶壶。王妈妈论做生意不行，但论搞事情确实有2把刷子。他们商量了什么具体的东西没有？那婆子进不去后院，但听到了几个词：降价、挖人，还有行会。降价对揽月楼没用，我们卖的是独一无二的体验。至于挖人，我给的工钱是顶尖的，还废了契约。姑娘们归属感很强。平康里有个不成文的行业工会，叫花柳会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同盟。三娘，花柳会那帮人你熟吗？奴家对花柳会的底细一清二楚，说白了就是5、6个大管事凑在一起。王妈妈排第3，前面还有醉仙楼和凤鸣阁。醉仙楼和凤鸣阁，这2家是真正的顶级大楼，背后有大人物撑腰。满春楼跟他们比，差了不止1个档次。王妈妈联合几家小楼我不怕，降价挖人都是笨招，但如果她把花柳会拉进来，事情就复杂了。东家英明，花柳会要是出面，就是规矩上的打压。打破规矩需要实力，眼下我的实力还不够。这件事我知道了，你继续盯着那边的动静，有消息立刻告诉我。是，东家。东家，还有一件事，这2天大堂里来了个奇怪的客人。一个年轻女子，独自一人，连来3天了，坐在靠西墙的角落，只要1壶茶，不点歌不点舞，一坐就是1个时辰。你注意到她了？虎妞先注意到的。虎妞说那个女人做得很讲究，能同时看到正门和后院的通道，而且她喝茶的时候，左手一直放在桌子底下。监控通道，左手藏在桌下，这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的本能反应。明天他要是再来，你告诉我。是。果然，那个女客依旧坐在老位置，面前放着1壶茶，2只茶杯，只用了1只，另1只茶杯干干净净地摆在对面。风月宝镜启动，金色，这是第1次，潜力等级传说级。当前状态，对周围环境保持高度戒备，对特定目标持续关注并带有杀意。一个金色传说级的女人，带着杀意，
连续3天坐在能同时监控正门和后院的位置上，死死盯着一个普通商人，要么他有问题，要么那个王公子有问题，要么都有问题。东家，您叫我。石头，有个事儿你去办。2楼东侧雅座那个王公子，你去打听打听他的底细，住在哪家客栈，跟什么人来往，坐什么车，随从确明是什么来路。东家，这位爷出手大方，是咱们的大主顾啊，查他做什么？我让你查你就查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金色传说集，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我猜测的那种角色，那她的价值可能比苏星竹还要大10倍。苏星竹撑起了台面，如果再加一个金色，打烊后把一壶新泡的龙井，一碟桂花糕，还有这张纸条，放到那个女客常坐的位置。是，东家。东家，查到了。说，那个王公子根本不叫王公子，他住在城东客栈的天字号房，出入都有4个打手跟着。小的打听了一下，那位爷姓郑，是京城大权贵郑万亨的独子郑少卿。还有，小的看到他随从带回来一封信，那封信的信封上盖着京城第1世家赵家的火漆印。京城赵家，郑婉君是赵家的人，郑少卿化名来揽月楼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单纯寻花问酒，还是另有目的？而那个金色等级的女人，带着杀意，连续3天盯着这个赵家的人，这潭水比我想的深得多。石头，在。这件事，除了你和我，不许第3个人知道。小的明白。3方势力全部交织在揽月楼的这个小小的舞台上，这对我很不利啊。东家，出事了！满春约昨晚贴了告示，进门查资降到50文，酒水5折。还有这个，揽月楼5级跳槽满春楼，月前翻倍，即来即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锦绣坊和春风楼也跟着降了价，3家一起动的，统一口径，统一时间。而且今天一早，花柳会的陈妈妈派人来传话，说揽月楼只卖艺不卖身，违反了平昌里的行规，限咱们3日之内改正，否则就要联名上报官府，取消揽月楼的经营资格。东家，他们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呀！降价抢客人，挖宅抢舞姬，行会压规矩，3管齐下。奴家在这行干了20年，这种打法见过。上一个被这么搞的楼子，半个月就关门了。咱们楼里有舞女想走的吗？奴家今早挨个问过了，一个都没有。那就行了。三娘，去把进门茶费的牌子换了。换成多少？500文。500文？雅座包间也换，5贯改10贯。东家，人家降价咱们涨价，这不是往死路上逼自己吗？三娘，你在满春园干了20年，你觉得那些真正有钱的客人是因为便宜才去满春园的？周德发去满春园是因为50文的茶资吗？他一顿饭花50贯，眼都不花。有钱人去五府五坊花的不是茶钱，花的是面子。你越贵，他越觉得值；你降价，他反而觉得你掉了档次，不配让他光顾。王妈妈降价抢来的客人都是什么人？贩夫走卒、赶车的、跑腿的，流水全是小钱，服务压力却翻了倍。三娘，从来没有人因为便宜而受到尊重，越贵，他们越觉得值。揽月楼涨价了，500文进门，疯了吧？满春院才50文，差10倍。这个楚玄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人家打他，他自己先把脖子伸过去。500文？是妈妈，揽月楼刚换的牌子。好啊，好啊！我还以为那个姓楚的有多大本事呢，原来是个犟驴。人家砍他一刀，他非但不躲，还自己再捅自己一刀。传下去，咱们的价格再降
30文进门，老娘就不信了。500文对30文，他揽月楼还能剩几个客人？这是什么？你的新舞台，星主，今晚你的飞天舞就在这光里跳。公子，星主想试一下。今晚就靠这个了。500文进门，就这个价才配我周某人进的门吗？哼，那个满春楼30文，30文的地方能有什么好货色？灯怎么灭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打赏2栋金子，我出5冠，让他再跳一遍。这是什么灯？为什么只照他一个人？我在别处从未见过。东家，今晚虽然客人少了30%，但流水比平时翻了1倍。光苏武姬的打赏就有120贯。你个何老把他那么掌柜了啊！你要是他下，给贵人妈酒要贵酒吗？东家有个事儿，说。满春园那边有2个舞姬托人来打听，咱们还招不招人？哪2个？一个叫春杏，19岁，进满春园2年了；一个叫翠云，21，老人了。春杏是被打才想跑的。昨天王妈妈嫌她伺候客人不卖力，抽了她3鞭子。翠云是自己待不下去了，说降价以后每天要伺候7、8桌客人，受不了。把人想办法约出来，我先看看。风月宝剑探查完毕。春杏，潜力绿色，柔韧天赋，舞蹈功力扎实。翠云，潜力白色，无特殊才艺。签2份用工契约，条件跟楼里其他人一样，月前3贯起步，包吃住，不签死契。要走的都给老娘滚！没良心的东西，一个个翅膀硬了，想飞到那个破楼去？行，走一个老娘打折1条腿！深夜敢逃离满春园寻至此处的人，早已流干了泪水。东家，我们实在在满春楼待不下去了，若是您肯收留，我们什么苦都愿意吃。起来，我说起来，跪着说话我听不清楚。前4个女生潜力等级白色，无特殊天赋。最后一人潜力绿色优秀，味觉敏锐，自带隐藏才艺调酒。若能做独家特调饮品，便能彻底解决酒水成本高的问题，开辟新财路。去叫郭嫂起来烧热水，煮5碗面，每碗加2个鸡蛋。哎，今晚先吃东西，洗漱休息，伤口明天找大夫来看。揽月楼的规矩，不签死契，按月发钱，包吃住。想留的留，不想留的，明天给10贯路费。别跪了，跪来跪去的，膝盖不要钱啊！5名姑娘深夜出逃，绝非小事。青楼之中，姑娘便是最核心的立身资产。一夜之间流失5人，等同于硬生生从王妈妈口中抢走了5块肥肉。以王妈妈睚眦必报的性情，
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第一，后厨即日起封闭管理，非本楼在岗人员一律禁止入内。第二，所有外采食材、酒水入库前必须经由郭嫂亲自查验核对。第三，新进入职人员前3日一律安排在前厅打杂，严禁接触后厨区域。秋月天生味觉敏锐，恰好适配调酒一事，暂且不急，先让他安稳安顿，养好身体，再慢慢培养。东家，满春园那边炸了。怎么说？王妈妈今天一早把满春园所有姑娘全都集中在院子里，挨个搜身，专门搜查众人是否私藏银两、私藏揽月楼的消息。搜身结束之后，她直接从外面锁死了大门，所有姑娘不分昼夜，一律禁止出门，吃喝拉撒全都困在院内。他这是把满春楼变成囚牢了？差不多。今早连一贯通风报信的烧火婆子都没能出来，消息是她隔着墙头托隔壁杂货铺火箭传出来的。三娘，立刻把这几条规矩落实下去，尤其是后厨封闭管理这一条，任何人不得破例。东家，你是担心他暗中动手脚？防患于未然，总没错。以前在满春园做什么活？帮厨，偶尔也调酒。调什么酒？王妈妈让我往廉价黄酒里兑花露水、拌蜂蜜，冒充好酒，抬高价钱售卖。往后有机会，我让你试着调些新酒。谢谢东家。东家，快来后厨！东家，这坛酒不对劲，封口被动过手脚。奴家方才拆封就察觉异样，密封纹路和咱们平日进货的不一样，凑近一闻，味道不对。这酒味道不对，奴家不敢确定具体是什么，但这股苦味像极了巴豆的味道。巴豆，烈性泻药。若是这坛酒正常上桌，客人饮用后，轻则腹痛不止，上吐下泻，重则严重脱水，伤及根本。郭嫂，这坛酒何时进的货？今日上午和往常一样，由酒坊伙计送来，一共5坛，奴家逐一拆封查验，唯独这一坛有问题。其余4坛呢？都正常，没有异样。仅1坛被动手脚，绝非酒坊源头出问题。若是源头作祟，必然整批酒水都有问题。唯一的可能是运送途中或是酒水入库后，被人暗中动了手脚。这坛酒暂且不动，原样摆放好，任何人不许触碰，不许挪动。是。王妈妈，既然你执意要玩阴的，那就休怪我不留情面。石头在，去找赵虎，告诉他我有活计，酬劳50两。三娘，东家，帮我约几个人，满春园的老牌主顾周德发、方掌柜，还有刘主簿。约来所谓何事？请他们喝酒。这般微弱的药性，寻常人大口饮酒一饮而尽，根本察觉不出异常。待酒过3巡，药性发作，剧烈腹痛、腹泻、脱水虚脱，必然狼狈不堪。真是好手段。那个3天前来应聘帮厨的生面孔，查清楚了吗？查明白了，那人名叫孙二，往日在城西打零工谋生，上个月才入了巷子，平日里只负责搬货打杂。3天前突然跑来揽月楼应聘帮厨，说此事听闻揽月楼工钱优厚，想来讨份安稳活计。他和满春园是什么干系？没有正经的雇佣契约，但我手下兄弟盯了他整整1天，发现他昨天下工后没有回自己的住处，而是去了那边，特意绕了2条僻静巷子，从满春园后门悄悄潜入，在院里待了足足半个时辰才出来。出来时身上可带了东西。楚老板果然心思缜密，料事如神。他出来时袖子鼓鼓囊囊的，藏着物件，我让人远远盯着，亲眼看见他在巷子口停下，掏出东西清点，全是铜钱，估摸有200-300文。这人暂且不动，让他照常留在揽月楼，但彻底调离后厨，往后只安排前厅擦桌扫地的杂活，派人全天候盯着，细细排查他是否还和满春园有私下勾结，传递消息。好。还有一事，这50两你拿去办事，帮我寻访一批从前在满春园待过的姑娘，优先找那些被王妈妈殴打、苛待、
克扣月钱、受尽委屈的人，问问他们，愿不愿意出面作证？作证？是要报官告状？不用报官，我要做的比报官更管用，更彻底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逼良为娼，柳三娘可亲身佐证，一众出逃姑娘皆是人证。殴打从业者，无名深夜出逃的姑娘，满身伤痕便是铁证。克扣工钱，所有曾在满春园落脚的姑娘，人人皆知，人人可证。恶意下毒损毁同行口碑，问题黄酒是物证，卧底帮锤孙二是人证。私通官府，恶意打压同行，此前打点刘检委的100两银钱，足以让对方反咬举证。此事急不得，一步错则满盘输。眼下还差最关键的一环，彻底掏空满春园的人力根基。只要王妈妈手中还有受控的姑娘，她就尚存喘息之机。唯有挖空她所有可用之人，让满春园沦为空壳，再一击致命，方能永绝后患。第一步，断鹤园。几位贵客，今夜揽月楼备下薄酒，请诸位尽兴。楚老板，恕我直言，你这揽月楼的菜品、酒水、气度、意境，满春楼连给你提鞋都不配。说的对，完全比不了。第二步，钻实证。短短几日，赵虎手中积攒的证词越来越多，层层叠加，铁证如山。第三步，攻心。满春园彻底沦为一座空楼。谁跟揽月楼私通联系？老实交代！谁私藏了外面的字条？立刻交出来！再敢跑一个，老娘打断你们所有人的腿！够了。东家，什么时候动手？明天。三娘在。明日你去花柳会地铁，就说揽月楼有重大要事，需在行会之上当众禀报，要求所有行会主事、各家掌柜到场落席。另外，传信给刘简桥，让他明日下午带2名差役在巡检司待命，我届时可能需要他临场到场处置。费用如何结算？100两，走店铺运营公账。当年狠心将人践踏驱逐的始作俑者，今日该尽数还债了。楚老板来了，坐吧。你地铁称有要事禀报，不知是何等大事，需惊动全行列席。多谢刘妈妈成全，今日叨扰各位，确实有一桩关乎行规公道的大事，需当众说清。半月之前，花柳会传帖揽月楼，斥此我楼违背行规，限期3日整改，否则取消经营资格。彼时我未曾辩驳，并非轻视规矩，而是我始终以为，行规立誓，初衷是护佑底层，规粉风气，绝非用来打压竞品的工具。你要举报何人何事？今日我来，只为当众举报。我举报满春园老鸨王金花涉嫌逼良为娼、殴打虐待从业者，恶意克扣月钱，更有一桩阴毒恶行。你放屁！楚玄，你休得血口喷人！同行竞争各凭本事，我何时下毒害人？你空口白牙诬陷我，你有证据吗？三娘，呈证。此为全部证据，逼良为娼证词23份，虐待物证1件，恶意下毒人证物证俱全，链条完整。王妈妈，你还有何话可辩？这些都是伪造的，是你拿出银钱收买那些贱人诬陷我，蓄意构陷同行，拒不可测。衣衫上的血迹伤痕也是我伪造的。王金花，轻夹算计尚算行内斗争，可下毒害人，损毁口碑，如此阴毒卑劣之事，你竟也做得出来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是那个孙二私自作祟，
与我满春园毫无干系。孙二前日潜入满春园后门密会，离场时秀藏你赏的铜钱，赵虎手下亲眼目睹，人证确凿，需要传赵虎当众对质吗？各位姐妹，我们同行数10年，你们怎能听信一个后生一面之词？赵姐，上月你家姑娘征课，是我出面调解。老孙，去年你店铺困难，是我借你50贯渡过难关，今日你怎能冷眼旁观？花柳会行规诸位谨记，但凡查实逼良为娼、残害从业者等恶行，当即取掉资格，逐出本行。至于蓄意下毒、意图毁誉，乃是触犯律法的重罪，更交由官府彻查严办。有请刘大人入内。人犯王金花，本官接举报，查实你涉嫌逼良为娼、虐待雇佣、投放泻药、损毁伤碑，人证物证俱全，罪名成立，现依法将你拘押带回审讯，带走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楚玄，你毁我基业，断我生路，我与你不死不休！楚老板入住平康里不过1月有余，差不多。年轻人行事利落果决是本事，但锋芒太露，最易招人忌惮。分寸2字，切记在心。东家，80贯的价格拿下了满春园的地皮和房产，这笔钱走运营资金还是走公账？满春园改造成揽月楼的附属别院，用来做姑娘们的宿舍和培训场地。现在楼里40多号人，后院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。沙丁鱼？挤得慌。奴家这就去办。等等，让虎妞今晚把安保盯紧了。满春园那边的交接手续明天才能办完，今晚是空档段。东家是担心？没什么，以防万一。不好，是锁灵环碎裂的声音。住手！姓名叶红鱼，22岁，潜力等级金色传说，特性百步穿杨，隐藏才艺包含武道宗师潜力、暗杀术统兵之才，当前状态杀意与警觉。3者齐聚一身，堪称国之重器，硬拼必死，唯有智取。别过来！你要杀他，我不拦，但你换个地方杀。这是我的地盘，你在楼中杀人，官府追查下来，我赔不起这灭顶祸事。我知道你盯了他许久，也知你绝非寻常人，但你今日在此动手，瞬间便会暴露行踪。郑万环权倾朝野，势力庞大，你杀他独子，必被全城追杀，永无宁日。届时又何谈彻底复仇？姑娘，你想除掉的从来不止他一人，对吗？三娘，带人下楼，把所有客人和姑娘都安排回房，今晚谁也不许上2楼。可是东家……去。虎妞，你也下去。东家，那个女人……听话。下去守着楼梯口，谁都不许上来。我有个问题，你盯了他10多天，以你的身手，随便找个暗巷就能动手，为什么偏要选在我的楼里？他出了揽月楼就有4个带刀护卫贴身，只有在你这里，他才会把护卫留在楼下。有道理，揽月楼的规矩是客人的随从不能进雅座。郑少卿每次来，护卫都留在1楼大堂等着。第二个问题，
你到底要杀谁？哼，你为什么要管？因为你在我的地盘上闹事，你杀了他，我明天就得关门，所以我有资格问。叶红雨，镇北将军叶啸天的女儿。镇北将军叶啸天，你父亲的案子是郑万伦做的局。郑万伦伪造了通敌的证据，呈到御前，背后指使他的人是二皇子赵恒。我全家上下137口，一夜之间全部押赴刑场。我活下来是因为那天晚上我不在家，我父亲提前察觉到了危险，让我的武士连夜带我出了城。3年了，我杀不了二皇子，我杀不了郑万瑞，他们身边有禁军有高手，我靠近不了，但他的儿子可以。你杀了他，然后呢？我有一个提议，你先别杀他，杀了他你就暴露了，再也接近不了郑婉轩和二皇子，你3年的隐忍全部白费。你留在我这里，我给你提供庇护、身份和情报，等时机成熟，我帮你报仇。你凭什么帮我？你一个开青楼的。哼，因为你值得。你知不知道你在招惹什么样的敌人？知道。但我更知道你值多少钱。我可以暂时留下，但我不是你的人。等我找到机会，我会离开。行。员工叶红鱼已进入暂住状态，当前忠诚度45。去找赵虎，让他带2个人来，把雅座里这3位爷送回悦来客栈，就说这3位喝多了，揽月楼怕出事。是，专门派人会护送回去。东家，那个女人呢？我还没跟她算账。她是咱们的人了，以后她就是揽月楼的安保顾问，你归她管。归她管？对，有意见？没意见。今晚雅座里的事谁都不许提，对外就说郑公子喝多了，去把走廊栏杆修一下。听到了。令公子昨夜饮酒过量，不慎跌倒，揽月楼已妥善照料，并遣人护送归府。楼中薄酒不堪，改日当备家教，恭迎郑大人莅临指教。揽月楼楚玄敬上。东家，那个女人来路不明，武功又高，万一她半夜起了歹心，她要杀的人不是我。三娘，你觉得她像坏人吗？那就行了，给她送一套干净衣裳，再让郭嫂煮碗面。这么晚了，他们也肯定没吃东西。3个隐藏才艺，光一个武道宗师潜力，就意味着他的武力上限远不止现在这个水平。如果用系统的才培训功能加速培养，哎，本少爷听说这里有穿着什么黑丝的美人儿，来，给本少爷安排最好的位置，钱不是问题。莽文，这位公子，揽月楼今日已经打烊了。打烊？本少爷大老远跑来，你跟我说打烊？知不知道本少爷是谁？我姓黄，大家都叫我黄少。10两金子，够不够开门的？贵客驾临，揽月楼蓬荜生辉，在下楚玄，是揽月楼老板。这么晚了还劳烦您跑一趟，实在过意不去。你就是楚老板？正是。嘿，比我想的年轻。听说你这儿有什么黑丝，还有那个追光灯，整个京城都传疯了。本少爷好奇的紧，特地来瞧瞧。莽文锦袍，和田玉佩，4个站位讲究的随从，出手就是10两金子。这人的身份恐怕不简单。黄少爷赏光，揽月楼自当全力招待。最好的雅座打开，上等酒席摆上。这4个随从落座之后，视线几乎立刻覆盖了整间雅座的所有出入口，窗后面的屏风，无死角。这不是保镖的战法，这是禁军护卫的战法。黄少爷是头回来平康里，头回来你们揽月楼，以前都去醉仙楼，但最近听人说你这儿搞了个什么只卖艺不卖身，还有那个追光追什么来着？追光灯。对，就那玩意儿。听说你那个台架子往光里一站，跟天上掉下来的仙女似的。本少爷这辈子仙女没见过，非得来看看。黄少爷，稍等片刻。不用跳舞，弹一曲琵琶就行，别太累。
绝了！这姑娘怎么弹的？比宫里那些这个……比什么？比那些个什么教坊司的强多了。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在外头从没见过。匠人特制的。卖不卖？不卖，独家的。这位姑娘，嘿嘿，别怕，本少爷就是看你辫子扎的好看，拿着买糖吃。楚老板，京城这么多楼子，就你这儿有意思。黄少爷谬赞了。不是谬赞，醉仙楼那帮人端着架子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去一次被宰一次，还得看他们脸色。你这儿不一样，你这儿的姑娘笑是真笑，不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假模假样。黄少爷好眼力。加上进门那个，今晚总共20两，多的不用找了。20两金子，200贯了。黄客爷慢走，改日再来，揽月楼随时恭候。明天就来。东家，查不到。什么叫查不到？小的不敢硬闯，打听了一圈，没人听过什么黄少爷。住的客栈呢？2家客栈都问了，没姓黄的。查不到住处和来路，还有人反盯梢。能做到这种程度的，整个京城一只手数得过来。本少爷听说这里有穿着什么黑丝的美人儿。扫描中。14个人，6辆马车，加上随从侍卫，将近30号。14个纨绔子弟，平均下来每人花个3、5送10贯。所有人打起精神，把雅座全部打开，上酒、上菜、上人。是。黄少爷今天带了这么多朋友来，揽月楼脸上有光啊！哼，这位是李国公家的3公子，这位是张御史的侄子，还有那边那个胖的，兵部侍郎的小舅子。你是怎么想到这种灯的？把屋子弄暗，只打一束光在人身上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种玩法。皇少爷觉得好看就行。不只是好看，这东西聪明。再来，再来，今天不醉不归。九爷，小的先干为敬。你个混账，喝多了吧？什么九爷七爷的，老子姓黄。黄少爷，小的失言了。九爷，大前皇帝膝下9个皇子，排行第9的那位赵毅。黄少爷，您什么时候来，揽月楼都给根军留最好的雅座。不收收钱。哟，这么大方！黄少爷赏脸，揽月楼高攀了。行，楚老板够意思，以后你这儿就是本少爷的据点了。谁敢来闹事儿，你跟爷说。今天流水多少？512贯。这什么酒？好冲！
尝一口。辣，好辣！这就，东家，这得有多少度？比最烈的烧子还猛3倍。除了辣之外呢？东家，这酒劲儿虽然冲，但后味好干净，不腻不涩，不像黄酒挂嘴就剩一股粮食的香。你说的对，这酒太烈，大前人受不了，但它底子好，如果能降低烈度，保留这个干净的后味。东家是想让我调？对，用蜂蜜降辣，用桂花添香，用酸梅增味，比例你自己试。目标是调出一种口感柔和、入口微甜、回味带香的酒，度数降到15到20度，让喝惯了黄酒的人也能接受。东家放心，给我3天。不急，慢慢来。调出来了奖励10罐。10罐？我在满春游干3年都没攒到10罐。独家酒品这条线算是铺上了。秋月的调酒天赋虽只是绿色潜力，但够用。白酒是系统商城独有的，这个时代仿制不了。等调出成品，就是揽月楼的独家商品护城河。试试这个。东家，这胭脂的色泽比柳记的贡品胭脂还好，上色又快又匀，一点都不结块。这粉水透不厚重，涂上去看不出涂了粉，但皮肤立刻白了一个色号。一揽后远楼的姑娘，全用这个。另外，你试试能不能在这些原料的基础上，调出几款带咱们揽月楼标记的成品，包装做精致点。东家是想卖？先给姑娘们用，等客人问起来，你们脸上涂的什么，怎么比别家的好看，到时候再说卖的事。按6000罐月流水，3000罐净利润，300员工迎新自来估算，大约100罐。100罐，10万块钱月薪，10万。搁前世，他做到秃头也拿不到这个数。东家，秋月把自己关在厨房不出来了，说是灵感来了，让谁都别打扰他。让他折腾，给他备够材料。东家，奴家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。说。咱们是开青楼的，怎么又卖酒又卖胭脂，这不务正业了吧？三娘，你听过一句话没有？什么话？如果你把青楼做得足够大，那它就不只是青楼了。没听过。因为这话是我刚编的。把窗帘全拉上。揽月灯阵，名字虽然土了点儿，但好记。去叫星竹过来。进去试试。公子，跳一度试试。培训、灯笼、工匠合计不到90罐。效果翻3倍，打赏上水涨船高，月钱分成基数也跟着涨，花系统的钱提升姑娘，最后全落进自己口袋，完美。怎么样？公子，星竹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行了，别哭鼻子了，晚上正式演出。你得把妆补回来。东家，今晚这个，客人们怕是要疯。疯才好，疯了才舍得花钱。给琴弦，给助他换上。叶红鱼。员工叶红鱼，忠诚度+2，当前47。
看了一场舞就涨2点。好东西果然谁都喜欢。东家，东家，又怎么了？苏姑娘换了新琴弦之后试弹了一下，她哭了。她说我从来没弹过这么好听的声音，然后就趴在琵琶上哭。让她哭吧，哭完了把妆补上，晚上还要演出。东家，东家，您尝这个。入口微甜柔顺，全无鲜辣，咽下后温热滑过喉间，不冲不烈，回味干净，只余桂花青梅交织的余韵，不腻不涩。大约20度，3分烈酒，5分清水，1分桂花蜜，1分青梅汁。您觉得？行了，去把柳三娘叫上来，尝尝。东家，这酒，醉仙楼的流霞春卖300文，这个比它好喝10倍。定价500文一壶，限量，每天只卖20壶。东家，500文一壶酒，整个京城没有这个价，所以才要限量。就叫揽月醉，独家酒品，500文一壶，成本不足50元，利润率9倍，这条线通了。加了一点珍珠粉和芦荟膏，上色更匀，不卡纹，1整天不脱妆。外面柳记的贡品胭脂1盒500文，效果还不到这个的1半。先不外卖，等别人问起来，就是说是咱们独家的，不卖。绑定成功，宿主等级提升。终于等到了，这一世棋局由我主导。6000罐流水，3000罐净水，分成2%，合计66罐，实际只会更高，破100罐不是梦。那粒种子买得起，但缺功法。叶红鱼有，可忠诚度太低，月底再买。300文魂杖购置果配方娇秋月，50文一套蕾丝内衣买20套发姑娘。你按这个试，基酒还是用咱们那种。桃花酿，荔枝甜酒，16烧。东家，这些配方从哪儿来的？别问，做出来了，每款奖10罐。这是什么料子？这么细的丝线，还有这种花纹，怎么织出来的？量好尺寸发下去，穿在内层，外面不许显露出来。东家，这穿上几乎和没穿戴一般。正因如此才穿在内层，不能让旁人看见。揽月醉流水，预估已更新。揽月灵醉日销10罐，月入300罐纯利，叠加原有流水 ，LV4 不远了。楚老板，你那个揽月醉给本少爷来10壶。10壶？对，10壶，装好了，本少的直接带走。三娘，把咱们库存的揽月醉全搬出来，不收钱。不收钱？楚老板，你这是？黄少爷是揽月头的贵人，自打您来了之后，带了那么多朋友过来捧场，揽月头的生意翻了几番。这份情分比10壶酒重多了。再说了，我打第一眼见到黄少，
就觉得你特别亲切。送你石斛酒怎么了？我乐意。楚老板果然与众不同。好，那本少爷就不跟你客气了，这酒我收下了。妙啊！黄少爷喜欢就好。今天这么着急，是有什么酒局？嗨，几个叔父的私宴，老家伙们嘴刁，陈年女儿红和花雕都喝腻了。上次我带揽月醉去，一桌子菜没人动，全抢那壶酒。尤其是我那三叔，那老头平时端着架子不苟言笑，喝了一口之后，非要拉着我问这酒从哪儿买的。黄少爷，这坛是秋月姑娘昨天新调的桃花酿，还没上市，您带去给几位师傅尝尝鲜。这是我写的品鉴签，桃花酿的味道不太一样，配温饮最佳。用白瓷杯能看到酒色变化，上面都写了。果然如此。楚老板，你这楼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楚老板，改天若是有空，来我别院坐坐。别炫11坛揽月醉，成本不到6贯，但他换回来的东西6000贯都买不到。东家，奴家试了试新衣裳，你给长长眼，怎么样？不错，你转过去看看。东家觉得合身吗？东家，这些日子你为了揽月楼多有操劳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奴家替你解解乏。东家，苏姑娘让奴婢来问。东家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们继续。站住，想什么呢？那个，去告诉星竹，酉时3刻熄灯。是，酉时3刻，奴婢记住了。东家，那奴家先下去准备了。这柳三娘最近怎么老是来这套？等忙完这阵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！哎呀，打扣在后面，往下一按就扣上了。我的天，我头一回知道自己腰这么细。东家，你来的正好。阿梅姐发了这东西就跑了，你肯定知道，来帮我们瞧瞧。哎，等等，东家，这个到底哪面朝前啊？我穿了3回，每回都觉得不对。有蝴蝶结的那面朝前。哦，行了，这东西穿里面，外面罩襦裙，为的是舒服提气。小桃，你穿深色，外面罩裙领口低半寸，露一点边。知道了，东家，才不给那些臭男人看。星竹，你今晚跳飞天舞，里面穿蕾丝，外面照常穿演出服，这是光影把戏，不是暴露。东家放心，星竹明白了。楚老板，你家这些丫头怎么回事？今天一个个身段都……你是不是给他们吃了灵丹妙药？可能是我揽月楼伙食好吧。东家，今晚平康里好几家楼子都派了人来咱们这儿，来消费的。不是，坐着喝茶，就盯着咱们姑娘看。来偷师的，让他们看，看了也学不会。
醉仙楼来了个人，坐在角落，他不光看姑娘，还在数人头。楚老板，你猜怎么着？上回我带回去的桃花酿把我三叔叔喝美了，那老头平时端着架子谁都不搭理，喝完那壶酒非要问我哪儿买的。我跟他一通吹，什么追光灯，什么飞天舞，把他说的心痒痒。他本来要在府上办寿，现在改主意了，非要来你这儿瞧瞧。皇少爷，不知这位长辈有什么偏好？预算方面，预算不设上限，就一个标准，全京城最好的酒、最好的戏、最好的姑娘，全给安排上。楚老板，我三叔这人看着严，其实最讲究一个新鲜。皇少爷放心，7天后保您满意。7天后有一场大宴，来的客人里可能有4品以上的京官，甚至更高。这是揽月楼开业以来最重要的一场仗，打好了，咱们往上走一个台阶。秋月，在。揽月醉的桃花酿、荔枝甜酒、16烧清杏果酒、雪梨露，5款全部赶制出来，每款10壶，寿宴专用，1壶都不许外流。东家，配方我都试过了，荔枝甜酒和雪梨露还差一点火候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东家，调好了，您是不是还得亲自尝？那是自然。行主，编一支新舞，主题是月宫献寿，把飞天舞的身法融进去，加上敬酒祝寿的欢乐，配琵琶独奏，7天够不够？够。三娘，全体姑娘统一着装，2楼全部包场重新布置，座次、茶点、灯光、插花我来安排。酒店下去他那儿是不是很频繁？几乎隔天就去，每次至少花200贯。赵毅撑不了他多久。我在意的是楚玄的钱，买满春园80贯，改造100贯，月薪300多贯，装修至少500贯，1个月砸出上千贯。但他开业前身无分文，还欠黑虎帮赌债。哼，查！我倒想让知道他的钱从哪儿来的。我派人摸了一下那布料，滑得跟丝绸似的，弹性极好，紧贴皮肤，把身段全勾出来。仿得了吗？仿不了。最好的绣娘看了，说这不是织的，像是一体成型。大钱没这种工艺。那个楚玄，要么背后站着一股咱们都不知道的势力，要么他本人就不是一般人。这是我三叔，安排好点。皇少放心。好酒，桃花酿，独家。这不把您也带上了吗？妙极，妙极，笔墨。一儿，你这回倒真找了个好地方。三叔，您这是头一回夸侄儿吧？少贫。这舞教坊司也跳不出来，这灯更是闻所未闻。但是这灯法就值得细细品味。那是，九爷。皇少爷的眼光向来独到，整个京城就没有皇少爷找不到的好玩意儿。九爷带咱们来的地儿，哪回让人失望过？喝多了就闭嘴。
把你们这儿的掌柜叫来。楚老板，上来喝一杯。小店掌柜楚玄，恭祝这位老爷福寿康宁。老爷方才的墨宝还挂在舞台边上。小店开业不到1个月，头一回有贵客赐墨。在下想厚个脸皮求这幅字，能不能留给小店当镇店之宝？你这小掌柜倒是会说话，1幅字而已，留着吧。借皇少爷的酒，楚玄敬老爷一杯，祝老爷松柏之寿，福泽绵长。好，痛快！你这揽月楼的酒是从哪里进的？我喝了几10年的酒，从没见过这种味道。这是小店独家调配的方子，基酒是祖传的，调味用的桂花蜜和青梅汁是本地采的，方子不传外人。好一个不传外人！年轻人，你这灯法是怎么做的？老爷子好眼力，这灯法的原理其实不复杂，琉璃罩聚光，铜片反射，把散光变成一束，难的是角度和亮度的配合。一盏灯照亮一个人，其余全暗，观众的眼睛只能往亮处看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你想让他们看的地方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行了，回头你把这揽月楼的酒多送几坛到府上。三叔放心，包在侄儿身上。东家，今晚的流水1300贯呢。东家，又怎么了？今晚散场之后，我去后巷倒泔水，瞧见水井边有个人蹲着，我走过去的时候人已经跑了，但地上留了一个东西。三娘，你去后院把叶姑娘叫来。找我何事？刚才石头在后巷水井边捡到的，你见多识广，帮我长长眼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春药，而且不是民间那种下三滥的便宜货，这是宫廷秘制的合欢散，无色无味，一旦融入水里或者酒里，别说是普通人，就是一流武道高手也未必能第一时间察觉。中者燥热难耐，神志虽清，身体却不听使唤，如烈火焚身，男女皆然。若是1个时辰内不能缓解，我师父没告诉我。量呢？就这么一小瓶，能下多少？足够下进1整坛酒里。你揽月楼1晚上卖出去的酒水，如果全部掺上这东西，全喝了也够。合欢散不伤身，事后查不出任何痕迹。如果有人把这个掺进你的酒里，你的姑娘和客人同时中招，你猜第2天外面会怎么传？三娘，你觉得这事儿是谁干的？东家，这东西民间弄不到，合欢散是宫里的方子，配药的几味主要是贡品，外头药铺根本不卖，8成是醉仙楼。他们在水井边蹲了1宿，没找不到下手的机会。多亏了咱们之前下的那道后厨封闭管理的规矩，但既然试了1次没成功，他们就一定会来第2次。东家，那咱们怎么办？报官吗？不能报官，这东西查不出痕迹，瓶子上也没写名字，更何况醉仙楼背后是2皇子，京兆府敢管吗？这东西留着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们。三娘，你吩咐下去，后厨所有的食材必须郭嫂亲自验收。虎妞带人24小时在后厨外头盯着，后厨大门加一把金刚大锁，闲杂人等靠近后厨半步，直接打断腿。另外，楼里原有的水井全部封死，1滴水都不许用。
从明天起，楼里所有的饮用水，我来想办法。这件事只限咱们4个知道，绝对不能声张，外松内紧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样。他们试了一次没成功，一定会再来。我要等他第2次出手。后巷水井边蹲着人，说明对方原本打算从水源下手。如果第2次换个思路呢？不走后厨，不走水源，会从哪里下手？